仙州大捷三吴将军5星巡猎追击战神，能手抽螺旋丸的飞霄终于时装了。作为耀青第一位时装的5星角色，飞霄强度究竟如何呢？可以在哪些场合就业？在追击对中和整理输入效率对比如何？仪器装追该怎样选择？又该如何加点配对？值不值得抽呢？本期视频就要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飞霄。大家有疑问的话，欢迎在弹幕评论提问。3点专注午觉，后续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飞霄定位风系巡猎角色，它的机制有点类似于对战特化的黄泉，不仅大招拥有和黄泉残门类似的飞防程度机制，同时它比起黄泉，在大招循环和叠层条件上也做出了更多的优化，不用担心叠层慢和点数溢出的问题。同时在巡猎赛道内部，飞霄相比希尔的增伤绑定在线，义父的追击当需负面，拖炮和战场转火太慢，不过提后要叠优势头带，其输出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玩家要做的就是选好攻击目标，然后像黄泉那样尽可能的让飞霄和他的队友打出更多的攻击，以此给飞霄大招的释放激烈足够的辉煌吉特。此外，飞霄除大招之外，也有频率较高的追加攻击来充当常态下的输出补充手段，同时他的追击也没有什么条件上的限制，不仅每次放战绩都会100%自带一发追击，而且每回合都能伴随队友的攻击额外发动一次追击，完全没有真理那样转火上的困难。凭借着优秀的大招爆发和刀瓶单体追击，飞霄能轻松胜任队伍中主系的位置，在以刀血量单体 BOSS 为主的混沌和末日中有着极为优异的表现。虽然作为巡猎角色，他在虚斗就业通间天生就没有流萤黄泉那么短泛，但搭配黑塔、真鸟等追击体系的角色时，也完全能套了自身的刀术多动，以及和黑塔的追击互拉短命图指法，可以说是目前最值得拼培养的输入角色。所以准备第一时间拉满飞霄，送老婆直接毕业的小伙伴，请弹幕里投波1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飞霄的情境技能、价优先级推荐以及机制解析。现在普通，飞霄普通属于单体攻击，倍率和渲染值都比较一般，3中除非没占一点了，不然一般是不会用到普通的，所以咱们直接看天赋。天赋是飞霄的核心能力所在，队伍中角色每释放一次除 DOT 伤害、附加伤害和飞霄自身大招之外的攻击手段，都会为飞霄叠加 0.5 层飞黄，最多叠加12层。不过既有描述说最多可以叠加12层飞黄，实际上却并不止。经过实测，在飞霄叠满12层后，依然可以继续再往上叠加1层，持释放一次大招之后，第13层飞黄就会自动记录，大可以理解成类似黄泉的残闷储存机制。此外，飞霄的队友造成职业伤害时，可以释放最高110%倍率的追加攻击，每次行动最多释放1次，并叠加 0.5 层飞黄。再次行动时会对追加攻击使用次数进行重置。当飞霄释放追加攻击后，会为自身提供持续2回合的道尔增伤，最多可以叠加2层。而在飞霄解锁额外能力1天通之后，每次战斗开始前都会直接叠加3层辉煌，大大提升了飞霄首波大招的启用效率。此外，在实战中，飞霄如果处于痛制状态下，追加攻击的层数也不会消失，而是会在下轮行动时直接提升 0.5 层辉煌。此时某位吃痛就坠机的将军应该已经泪流满面了吧？不过虽然追加攻击的层数不会有所损失，但是吃到痛制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敌人效率。战技是飞霄重要的敌人手段，飞霄在释放战技后会对敌方指定单体造成一次风属性伤害，并立即对单目标发动一次天赋的追加攻击，所以飞霄每释放一次战技都会给自己叠加1层辉煌。需要注意的是，飞霄在解锁额外能力3电举后，释放战技时会获得持续3回合的攻击力提升。由于飞霄每轮都要释放战技叠层，所以实战中基本可以视为常驻效果。整体来看，飞霄实战中叠加飞黄的能力有：1. 进入战斗叠加3层；2. 释放战技叠加1层；3. 天赋追击叠加 0.5 层；4. 队友的攻击 0.5 层；5. 开启秘技后进入战斗1层。所以想要飞霄快速释放大招，除了自身吸粉提升之外，队友的行动次数一定要足够频繁。终结技是飞霄最重要的输出来源，特别是对于低命的飞霄来说，当飞霄太大招时，会直接展开专属的单挑竞技场，并在华丽的特效中对指定的单体目标造成切换伤害。如果敌人不处于弱点激活状态下，飞霄还会提升100%的弱点激活效率，并直接无视弱点属性产生道尔削刃。而且他的大招拥有闪裂任务和月断天冲2种攻击方式，他大招分别代表着普通与战技，分别针对敌人的处于弱点击破以及未处于弱点击破2种状态。虽然触控机制并不复杂，但自己操作的话会麻烦，还可能会丢失伤害，所以建议大家太大的时候，同时它也自动。此外，飞霄解锁了额外能力2后，终结技会被视为追加攻击，并且提升追加攻击爆伤，这也代表着他大招可以吃到大东、崩狼、早一直袭等，提升追加攻击伤害的仪器装追效果。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飞霄大招会出现鞭尸的情况，在面对低血量敌人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其他输出方式，所以加点推荐为终结技大于等于天赋大于战技大于普通。飞霄的秘技类似于净流，也是第2位领域强者。当飞霄释放秘技后，会获得移速提升，所有持续牵引一定范围内的敌人，如果此时进入战斗，不仅会获得1点辉煌，还会对每波敌人造成一定倍率的风属性伤害。这伤害还会基于牵引敌人的数量进行提升，最多提升1000%。3中建议大家多拉几个队再进入战斗，最大化飞霄的秘技收益。秘技太时可以实现龙卷风摧毁停出场、龙卷风摧毁停断场的壮举。
光追选择上首推专武，我将寻针追猎。除了不俗的暴击提升外，每次追击还使飞镖获取流当状态，并让它造成的大招无视目标27%的防御力，非常适合飞镖这种主打大招伤害的主系。其次特选应付专武，纯粹思维的洗礼，同样有较大的爆伤属性，并且还可以给飞镖提供大招增伤、追击无视防御。从属性上来看，和飞镖专武的差距非常小，大概只有5%左右。不过缺点在于吃牌属性需要绑定负面数量，间接提到组队的难度。然后是老牌巡猎光追、星海巡航的论剑，前者的优势在于可以补充飞镖的双爆城区，同时对半血以下的敌人有较高的收益期望，而后者是在面对单体 BOSS 时，可以最大程度提高飞镖的爆发伤害。以上这些都没有的话，燕青的奴役酣眠和唯有沉默同样值得考虑。所以你准备给飞镖带什么光追呢？然后是仪器，由于飞镖的伤害分布中，大招攻击相比其他技能有着绝对性的领先优势，所以外圈仪器首选是勇烈，12%的攻击加成，6%的暴击以及36%的大招增伤，都给飞镖带来较于前面的提升。如果你下面稳定的属性提升，更追求极致的少听或零低效率，你可以选择给飞镖带封套，通过大招后的25%自拉条，赋予飞镖更强的刀术作战能力。但相对而言，这套装会更挑战仪器本身的持药数字。内圈方面，目前最适配的饰品就是奔狼套，25%的爆伤和25%的追击增伤，完美契合飞镖的伤害机制。同时，飞镖在主流的追击队中，也能以极高的效率叠满奔狼套的前置层数。如果不搭配其他追击主系，采用压鸟3保1之类的阵容，则建议用增伤增加稳定的萨尔索图舵度。所以你会给飞镖怎么配装呢？主持要推荐双爆1、风伤球、冬季绳、冬季或速度鞋。副持要推荐有知能鸟，双爆远大于速度，大于攻击力，大于其他；无知能鸟则冬季大于速度。飞镖目前最适配的阵容，毫无疑问就是追击体系。而主流的飞镖追击队中，辅助和生存的位置几乎都绑死了对飞镖而言收益最高的知能鸟和沙金。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队伍中副系或者说2号辅助位的取舍。一般情况下，追击队东刃最强的副系，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托帕。总监的50%追击以上，还有战场的刀平行动，都是飞镖迫切需要的辅助能力。而且在摆脱了义父的追击需求之后，即使是0+0托帕，也依然能给飞镖带来较大的伤害提升。而在敌人数量较多、当需转火的情况下，新三月则凭借优秀的2魂追击和强化普通，在一众副系中脱颖而出。虽然相较于托帕，3月7的辅助能力并不算高，但在白送满环的加持下，3月7东辅一体，形容追击和斩杀能力面面俱到，称得上是自动战中的飞镖最佳队友。至于在完全不需要转火的极致对战环境，同期 UP 的4星雷巡猎莫尔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配对选择。莫尔泽作为目前唯一拥有离场机制的星铁角色，其主要用途就在于离场后给飞镖持续提供附加伤害和飞王层数，在对单的情况下，只需要莫尔泽释放一次战绩就完成了绝大多数的任务。而当莫尔泽达到2魂后，还可以额外给飞镖提供40%的爆伤属性，辅助能力也有进一步的提升。对于那些凑不出知能鸟杀金的平玩家，也可以选择艾斯达、霍火或者任意下位的4星奶妈。此外，也可以像塔黑房那样放弃同血辅助，直接摆烂带上以上3位巡猎副系中的任意2位。目前来看，灵魂的飞镖即是完全体，同时星魂的提升也较为特端。其中1魂虽然只有第6、第7段可以吃满增伤，但是叠加起来的伤害还是不容小觑的。2魂则是飞镖的自变命座，能让飞镖更为快速刀平的释放大招，相较于2命以下的飞镖来说，提升效率整整拖了近1倍。4魂则是针对天赋追加削刃以及自身速度的提升，前者对于飞镖的收益并不是非常大，毕竟大招削刃吃不到这个加成，而后者算是变相增加了飞镖的大招叠层速度。鉴于飞镖的追击频率，这个效果可以说是常驻的。6魂则是纯数值星魂，大幅提升飞镖天赋追加冬季的伤害，并提供全属性减烫效果。此外，也加强了天赋追击与专武的联动。所以大家短上抽了几魂呢？如果只有2级以下的预算，考虑到低命飞镖伤害中大招占比较高，而专武又有独属于大招的无视防御效果，所以大家建议大家优先抽取专武。但如果能一步到位只打2命，则优先2命飞镖。同时，无论任何情况下，知能鸟的提升都要高于飞镖的单的星魂或专武。所以在保证至少0+0飞镖加知能鸟的情况下，建议按照以上顺序抽取。大家对飞镖还有疑问的话，欢迎评论区提问。希望大家能点着3连一起冲到热门，拜托了，这是我一生的请求。